几乎人人都听过，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句俗谚意思是说，每天吃颗苹果有益健康，仿佛能让医生失业。然而，对于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吃苹果的方式不对，这句谚语很可能就会反过来，苹果不但赶不走医生，反而可能变成让你跑医院的毒药。近期临床就出现多起案例，一些长辈常年把苹果当养生圣品，结果肾脏功能悄悄受损，甚至引发肾衰竭，真是让人震惊又疑惑。苹果这种家喻户晓的健康水果，怎会和洗肾这么严重的后果扯上关系呢？难道早上金苹果，晚上毒苹果的说法真的有道理？今天我们就从科学角度深度揭秘，为什么60岁之后有些苹果吃法反而在为肾脏吃毒药？有哪些致命的错误组合和习惯正在无声摧毁你的肾功能？我们会介绍苹果的3大死亡搭配，以及5种常见的错误吃法，帮您避开这些隐藏的肾脏杀手，安心享受苹果的美味与健康。在开始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个背景：肾脏老化与隐匿性伤害。人过中年后，肾脏功能会逐年下降。60多岁时，肾脏的过滤效率往往已经比年轻时低了许多。有研究指出，40岁后肾脏滤过率每年约下降 1%， 累计20年可能减少了2成以上。然而，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即使功能流失了 70%， 我们依然可能没有明显症状。这也就是为什么肾脏病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当你发现异常时，往往为时已晚。正因如此，日常生活中的饮食陷阱就格外重要。如果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每天都给肾脏增加负担，那长年累月下来，肾源，一种肾脏的功能单位，会加速损耗，终有一天可能引爆肾衰竭危机。苹果本身营养丰富，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钾离子等，正常吃当然有益健康，但天使也可能变恶魔。问题往往不出在苹果本身，而在于吃法不当。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有些食物搭配苹果后，会对肾脏造成难以察觉的冲击。某些情况下，错误的时机和习惯也会让苹果变成慢性毒药，悄悄侵蚀你的肾功能。我们接下来逐一揭晓这些苹果雷区，希望大家在享用苹果时避开地雷，真正养肾而不是伤肾。首先登场的死亡搭配，就是许多人喜欢的2种食物，苹果和地瓜，又称红薯、番薯。苹果香甜多汁，地瓜松绵可口。不少银发族爱在饭后来一根烤地瓜当点心，觉得天然又养生。或者早餐吃地瓜配苹果，以为既有淀粉又有水果纤维，营养满分。然而，苹果配地瓜看似健康，其实对消化系统和肾脏都是一大考验。肠胃胀气，肾脏供血不足，地瓜本身是出了名的益胀气食物。地瓜富含大量难消化的纤维和淀粉，在肠道细菌作用下容易产生气体，很多人吃完地瓜会打嗝、放屁，就是这个原因。而苹果含有寡糖和果糖，也可能在大量食用时引起发酵产气。如果紧接着吃下地瓜和苹果，双重高纤维、高碳水一起下肚，肠胃负担会很重。地瓜在胃里需要较长时间消化，苹果又在旁边发酵产气，结果就是胃胀如鼓，闷闷不舒服。你可能有过这种经验，一边打嗝泛酸，一边肚子胀得扣不下腰带。这种严重胀气不仅让人难受，还会影响肾脏的血液供应。因为当胃肠高度胀满时，腹腔内压力上升，循环中的血液大量涌向消化道来救火，相对而言，肾脏的血流量就会下降，肾脏暂时处于缺血状态。对年轻人来说，短时间的肾脏供血略减可能问题不大，但对本身肾功能已在走下坡的老年人而言，频繁出现这种肾脏缺血状况，长期下去会伤害肾单位，导致肾功能的不可逆损伤。想象一下，你的肾就像一台老水泵，本来水压就有点不足了，你还经常突然减少给它的水源，缺血，水泵零件就更容易磨损损坏。很多长辈爱吃地瓜，养生却常喊腰酸、夜尿变多，可能就是肾脏在抗议，这组合让他太累了。草酸叠加，结石风险剧增。更隐蔽的是，苹果加地瓜的组合还可能默默为你的肾脏
仲夏结石。地瓜含有大量的草酸盐，是肾结石，尤其是草酸钙结石的高风险来源之一。一般情况下，适量吃地瓜问题不大，因为肠道如果同时有钙质存在，可以和草酸结合，随排泄带出体外，不会全部进入肾脏。然而，如果你在吃完地瓜后马上吃苹果，可能无意中改变了这个平衡。首先，苹果中的果酸和维生素 C 会提高草酸的吸收率。维生素 C 本身在体内代谢，也可能转化成草酸，加重草酸负荷。其次，许多人吃地瓜喜欢清淡，不加任何佐料，导致饮食中的钙摄取很低，后续吃苹果也不会提供钙质。于是，地瓜的草酸得不到钙的拦截，大部分被吸收入血，最后由肾脏滤出。在肾脏的滤液中，草酸盐一旦浓度过高，就容易和钙离子结合成尖锐的草酸钙晶体，也就是结石的胚胎。一两次这样吃，不至于立刻长出结石，但如果长年累月养成饭后地瓜加苹果的习惯，等于不断给肾脏送去草酸原料，日积月累的小晶体会越滚越大，终于某天形成石头。肾结石常常无声无息的生成，一旦体积变大或者移动，就会引发剧烈的绞痛、血尿，甚至肾衰竭。如果结石卡在输尿管，还可能造成肾积水，损害肾实质。对老年人来说，肾结石并发症更危险，因为本身肾功能储备低，一旦因结石感染或堵塞引起急性肾衰，可能比年轻人更难恢复。养生建议，是不是再也不能苹果配地瓜了？其实不至于谈虎色变，我们重点在于避免同时空腹大量摄入这两样。你可以将它们错开食用，例如间隔1-2个小时以上，给胃肠一个缓冲消化的时间。若真想一起吃，建议减量，半根中等大小的地瓜搭配半颗苹果，先吃地瓜再吃苹果，并且期间多喝温开水，水分充足，有助于稀释草酸浓度，促进排泄，减少草酸在肾脏沉积。另外，挑选甜度高、熟度高的地瓜，红心、熟透的那种，反而较不易胀气，因为其中部分淀粉已转化为糖分，较易消化。还有一个小技巧，可以搭配些含钙食物一起吃，例如在吃地瓜苹果这一餐时，配点牛奶或优格，让钙帮忙抓住草酸，护送它们离开肠道。总之，地瓜和苹果都是好东西，只是不宜同时大量塞进肠胃，特别是本身就有消化不良或肠胃易胀气的长者，这组合还是少碰为妙，免得养生不成反伤身。接下来登场的是死亡搭配。2. 苹果和腌制蔬菜一起吃，腌黄瓜、腌菜脯、泡菜、咸萝卜干。不少长辈习惯每餐来点小菜提味，加上一餐一水果当饭后甜点，表面上咸酸配清甜，味觉上倒是很搭。有些人觉得咸的吃完嘴巴干干，正好啃个多汁的苹果解腻解渴，仿佛是完美的搭配。然而，从营养和生理角度来看，高盐遇上水果的结合，恐怕对肾脏极为不友善。钠钾失衡，肾脏过滤效率下降。腌制蔬菜含盐量极高，一小碟咸菜往往就有你一天所需的1半以上钠。摄入过量的盐分，钠离子会在血液中拉着水分不放，导致血容量增加，血压上升。短期内，你可能感觉口渴、水肿、脚踝肿胀，那是身体在信号，你盐太多了。肾脏的工作负担此时急剧加重，因为他们得拼命将过多的钠和水排出体外，以恢复平衡。然而高盐环境下，肾小球细胞会受到刺激而血管收缩，想象肾脏的小过滤网孔遇到强盐水刺激，会不自觉紧缩起来，导致肾小球过滤率下降。长期高盐饮食会使肾脏的微血管硬化，过滤能力持续受损，所以高盐食物本就是肾的天敌之一。那苹果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呢？苹果富含钾，理论上钾有助于排钠，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但问题在于，如果一下子摄入极高的钠，再紧接着摄入不少钾，身体可能来不及反应调节。尤其对肾功能开始下降的长者，肾脏排钠排钾能力都变差，突然既要排好多钠，又得应付钾离子，简直左支右绌。结果就是钠钾失衡，血液中钠浓度飙高，造成细胞脱水，
血压上升，而钾暂时又排不出去，可能滞留血中。钾过高会抑制心跳，严重时可致心律不整，甚至心脏停止。因此，身体会启动紧急机制，分泌更多激素，促进钠排出，但同时又让肾脏对钾的排泄有所保留。这套复杂调节过程中，肾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该排的没排干净，钠还积着，所以水肿持续，血压降不下，钾也可能偏高，让人感到疲乏无力。肾脏因长期负担过重，过滤效率愈发低下，如此进入恶性循环。很多老人家常年脚肿、高血压，以为是年纪使然，其实背后可能有把盐巴在作祟，而苹果并不能中和。这压力甚至因为错误时机使用而加剧肾脏的负担。值得一提的是，高盐饮食对肾脏的损害常常不易察觉。长辈们不会立即觉得肾脏痛、肾脏没痛觉神经，但肾小球在高压过滤下常常会漏出一些本不该漏的东西，比如蛋白质。所以高盐饮食者往往出现微量蛋白尿，也就是尿液中测出蛋白。但是微量蛋白尿早期没有症状，只有靠体检尿液才能发现。若不加以改善，蛋白漏出越来越多，肾功能也将每况愈下。苹果虽然含钾，但远远抵不过腌菜含盐的破坏力。不要天真的以为我饭后吃水果就能抵消吃咸菜的影响。这就好比在一桶浓盐水里加一杯淡甜水，盐水依然是盐水，根本不足以稀释。养生建议，中老年人控盐本来就是保护肾脏与心血管的头等大事。如果你喜欢腌萝卜、酱瓜这类传统小菜，建议减少食用频率和分量。偶尔想解馋，可以先用清水将腌菜稍微浸泡或冲洗，减掉部分盐分再吃。吃完咸的后，不要立刻吃苹果等水果，应多喝白开水并且休息一下，让肾脏有时间开始排出多余的钠。过个1小时再吃水果补钾较为适宜。其实最好的做法是反过来，餐前先吃些水果沙拉或生菜，在胃里垫一垫，后续就不容易吃进过量盐分了。而且饭前吃水果还能增加饱足感，有助于控制体重。另外，可以用新鲜苹果来替代部分腌制品做小菜，比如苹果丝拌小黄瓜，加一点醋和香油调味，就是爽口的低钠沙拉，既满足了脆爽的口感，又避免了高盐，对肾脏更友好。总之，敬老养肾，先从控盐做起，千万别让苹果成为帮凶，以为吃了水果就万事大吉。第三个，死亡搭配可能出乎许多人意料，苹果加坚果，特别是在夜宵或睡前吃的情况下，苹果配坚果听起来是典型的健康零食组合，一边是水果纤维，一边是优质脂肪和蛋白。好多营养专家也推荐吃坚果嘛。确实，苹果和杏仁、核桃、腰果等坚果放在一起，口感互补，还有饱足感。不少健身或减肥人士拿它来当晚间加餐。然而，上了年纪的肾脏可不喜欢你在深夜加班加餐，特别是这样一份富含糖分、脂肪和矿物质的组合，对夜间本该休养生息的肾脏而言，无疑是一种打扰与挑战。夜间代谢变慢，营养堆积成负担，人体的代谢活动有明显的昼夜节律。白天我们活动时，肾脏过滤废物和排尿都较为旺盛，到了夜晚休息时，肾脏也进入相对低功率运转，尿液生成速度减慢，让身体维持睡眠状态。所以一般健康人夜里不起夜或起夜很少，这就是肾脏夜间减速的结果。如果这时候吃下大量食物，特别是富含蛋白质和矿物质的东西，肾脏就被迫加班。坚果富含蛋白质和油脂，苹果则带来不少果糖和水分，二者结合在睡前吃，会让胃肠开始加班消化，分解出的氮废料来自蛋白质的代谢产物，如尿素氮和各种电解质就涌向肾脏，等待过滤排出。但偏偏夜里，肾脏的过滤速率比白天低，等于一下子堆了很多工作，却只有平时80%甚至更少的效率去处理它们。结果呢，废料在体内滞留时间变长。举例而言，白天吃很多肉产生的尿素，几个小时内肾脏就迅速排出了。可睡前吃坚果产生的那些含氮废物，可能整夜都滞留在血液里，要到清晨肾脏恢复活力后才慢慢清掉。
这些代谢废物长时间累积会对身体内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比如血中尿素氮偏高，容易引起肾脏血管收缩和肾脏负担增加，长期如此无益于透支肾功能。此外，苹果和坚果都是高热量的食物组合，尤其坚果脂肪热量惊人，睡前摄入多余的热量，大部分会转化为脂肪囤积起来，不仅造成体重增加，还可能促进脂肪肝、高血脂、胰岛素阻抗等问题。这些代谢问题往往和肾功能下降相伴，出现肥胖和糖尿病都是慢性肾病的重要诱因。一份深夜的苹果坚果看似健康，其实可能悄悄种下了代谢失调和肾损伤的种子。高磷高钾，肾有禁忌，对于已有肾功能不全的人来说，坚果加水果的组合尤其危险，因为肾病患者最需要控制的2大矿物质就是磷和钾，而坚果含磷极高，苹果含钾不低。如果肾脏滤功能差，再加码这样的负荷，血磷血钾很快就超标，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就算是健康的老年人，夜里大量摄入钾和磷也非明智之举。钾离子过多会扰乱心脏电传导，让人心悸无力；磷过高则会和血液中的钙结合，沉积在组织里，长期导致血管硬化、骨质疏松。白天摄入较多时，肾脏能及时排掉还问题不大，但夜晚代谢慢时猛灌一波，身体只能先招架着，对各器官环环相扣的平衡都是一种冲击。曾有研究观察到，经常在深夜吃东西的人，肾小球过滤率在夜间降低幅度更明显。换句话说，就是肾脏夜间偷懒更厉害，可能和荷尔蒙紊乱及交感神经兴奋有关，长期或可促使肾脏老化加速。有专家戏称，每天熬夜加餐，就是在让你的肾脏提早报销 20%。这话虽夸张，却反映出夜间进食对肾的伤害不容忽视。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晚上应该减轻肾脏负担，而不是增加额外的工作。养生建议并不是说苹果和坚果不能一起吃，而是不要选在睡前这个时间，也不要一次吃太多。白天活动时，你完全可以把苹果加一小把坚果当作健康加餐，比如上午10点或下午3点，肚子有点饿时吃半颗苹果配5-6颗杏仁，不仅补充营养，还能撑到正餐。肾脏有充裕时间处理这些代谢物质，而晚饭后就请节制了。若实在嘴馋，少量水果是可以的，但建议选择水分高、糖分低的水果，例如几片梨或半个橙子，避免坚果等高脂高矿物质食物。睡前2小时最好完全空腹，让肾脏和消化系统都进入夜间休息模式。如果你习惯睡前吃点东西再睡，那请务必改改，这习惯对肾脏和整体健康都百害而无一利。总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间进食，夜间休养，这是人体的自然节奏。照顾好年长的肾脏，就从调整饮食时钟开始吧。以上介绍了3大苹果相关的地雷组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5种常见的苹果错误吃法。很多人可能没有把这些细节放在心上，但他们日积月累，同样可能慢慢摧毁肾功能。避开了死亡搭配，还要避开这些日常习惯上的坑，才能真正安心的把苹果吃出健康。错误吃法1：饭后立刻吃苹果。不少人习惯饭后马上来一颗苹果，当饭后水果，觉得可以解腻助消化。然而，饭后立刻吃水果其实是营养学上的一大忌讳，被称为水果塞胃。这种吃法对消化系统不利，间接也会影响肾脏健康。原理很简单，正餐往往富含蛋白质、脂肪和淀粉，需要较长时间在胃里初步消化。如果一吃完饭就吃苹果，水果比饭菜更容易发酵分解，就在满是未消化食糜的胃里开始发酵产生气体，这会导致胃胀嗳气，让原本正在消化的食物变得更难被消化。你等于是让胃里的饭菜和水果一起烂在那里。中医常说积食成湿，湿生热毒，讲的就是食物长时间滞留，不消化会产生对身体不利的物质。从西医看，食物滞留发酵会产生发酵产物和毒素，例如细菌分解食物时会产生一些对身体不友好的胺类、酚类物质，这些东西会被肠道吸收进血液，最后需要肝脏和肾脏来解毒排出。长期饭后马上吃水果，
等于经常性的制造肠胃积食和发酵环境，日积月累下来，肾脏要处理的代谢废物和肠源性毒素就更多，自然增加负担。此外，饭后立即进食水果还有一个坏处是营养浪费。正餐饱腹状态下，胃酸已被大量饭菜中和，水果进来后不能被很好的消化，里头的维生素、果胶等营养素吸收率都会下降。换言之，饭后吃苹果既没有充分吸收到苹果的好处，反而还让肠胃产生问题，累及肾脏，一举三失。正确做法，水果最佳的食用时间是2餐之间或饭前半小时左右。空腹时吃水果，只要你的胃肠功能正常，可以让其中的营养快速被吸收，而且有助于填饱一部分肚子，正餐就不会吃过量，控制体重更容易。如果不喜欢空腹吃，也至少要等饭后1到2小时再吃苹果，让前一餐的食物有足够时间离开胃部。特别是晚餐后，更不宜马上吃水果甜点，否则容易导致夜间胃食道逆流，因为平躺睡觉时胃还胀着呢。你如果饭后想助消化，可以选择站立或散步20分钟，帮助胃排空，待稍微有点饿意时再吃水果，就恰到好处。另外值得提醒，许多长者服用的药物需要饭后吃，如果马上又吃水果，可能影响药效。某些药含水果中的成分会互相作用。举例而言，他汀类降脂药就不宜与葡萄柚等柑橘类水果同时服用。抗过敏药如 Fexofenadine 也被报道和果汁同服会降低吸收，所以保持饭后至少半小时不进食其他东西，包括水果和茶，对用药安全和营养吸收都有益。简单来说，把苹果当成独立的一餐间加餐，不要充当正餐的尾巴。错误吃法2，用榨汁机打苹果汁代替吃苹果。鲜榨苹果汁听起来很健康，很多人不喜欢啃水果，就图方便把苹果加点水放果汁机打一打，一杯下肚特别顺畅。然而，喝果汁绝不是吃水果的等价替代，尤其对中老年人、糖尿病前期或有肾病风险的人而言，经常喝苹果汁反而弊大于利。我们需要强调2点：没有了纤维的缓冲，糖分瞬间爆表。榨成果汁时，苹果中宝贵的膳食纤维大部分都被滤渣丢掉了，只剩维生素和果糖溶在那杯液体里。你喝下一杯300毫升的纯苹果汁，等于迅速摄入了2到3颗苹果的全部糖分，而且因为是液体，几分钟内这些糖就被吸收到血液中，造成血糖的快速飙升。对糖代谢正常的年轻人来说，也许胰岛素能很快应付，但对许多60岁以上的人而言，他们的胰脏反应变迟钝，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也降低，称为胰岛素阻抗。一大杯果汁下去，血糖长时间处在高位，胰岛素拼命分泌却作用有限，久而久之就朝着糖尿病方向发展了。糖尿病被称为肾病头号杀手，高血糖会损伤肾小球的微血管，使其过滤功能逐渐丧失，这就是糖尿病肾病。因此长者一定要控糖，而果汁是隐形的高糖元凶。你可能想不到，一杯500毫升苹果汁的含糖量接近可乐等甜饮料。世卫建议成人每日添加糖摄取量最好不超过约25克，而一杯未加糖的纯苹果汁糖就可能超过这个量，因为水果本身的果糖就很可观。当然，苹果的糖属于天然果糖，但身体并不会区分糖的出处，超量的果糖一样伤身。它不仅会升高血糖和体脂，还会在肝脏代谢时产生大量尿酸。尿酸过高又是肾脏和关节的大敌，导致痛风及尿酸性肾结石。所以每天喝果汁养生，往往养出来的是脂肪肝、三高和痛风。与我们保养肾脏的初衷南辕北辙，给肾脏的甜蜜负担。你可能不知道，肾脏在控制血糖中也扮演角色。当血糖过高时，一部分葡萄糖会随尿液滤出，此时肾小管细胞会努力把这些糖再吸收回体内，因为对身体而言，葡萄糖是重要能量，不应轻易流失。这就是为何糖尿病人早期常出现尿糖，因为血糖高到肾脏来不及全部吸收，甜甜的尿液就出现了。可是长期处于高血糖的人，他的肾小管细胞为了反复吸糖，自己常常先劳累坏掉，导致肾功能下降。所以每一次血糖飙高都
都是对肾脏的一次考验。突然灌下一杯高糖果汁，对肾脏而言就像一场糖分风暴，短时间内血液里糖浓度极高，肾脏被迫大量分泌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去抢救这些糖分子回收，而这些蛋白的长期高表达正是糖尿病肾病发病的因素之一。有意思的是，现在治疗糖尿病肾病的一种新药物机制，正是阻断肾小管回收葡萄糖的运输体，减轻肾脏负担。换句话说，高血糖对肾的压力已经需要药物来缓解，可见其危害程度。除了血糖，在果汁缺乏膳食纤维的情况下，苹果本来应有的降脂功效也失去了，反而因为吸收过快刺激肝脏，将多余糖转化为三酸甘油酯血脂的一种，引起高血脂，而高血脂会加重肾脏动脉硬化，进一步损害肾脏供血。总而言之，将苹果榨汁喝是非常得不偿失的做法，对肾脏健康尤其不利。正确做法建议还是吃整颗苹果最理想。整颗吃时，苹果富含的可溶性纤维、果胶和不可溶纤维，果皮中的纤维素会在胃里形成粘稠的混合物，减缓葡萄糖的吸收速度。同样是吃一颗苹果，切块慢慢嚼着吃，对血糖的影响就比喝果汁温和许多。此外，整果咀嚼还能刺激唾液和胃液分泌，帮助消化，而果汁往往几口喝下，错过了细细咀嚼带来的消化过程。有些咀嚼困难的长者可能想靠果汁来获取水果营养，对此建议可以将苹果刨成泥或小碎粒混在燕麦粥里，或与优格拌匀食用，这样至少保留纤维且吸收速度较慢。如果一定要喝纯苹果汁，也请控制量，例如1/4杯，1小杯尝个鲜即可，不要大杯灌饮，更不要天天喝。最后提醒，无论任何果汁都不应该替代白开水来解渴日饮，白水才是保护肾脏最好的饮料，而甜滋滋的果汁只适合偶一为之地品尝。如果你真心爱苹果的营养，记住，水果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榨的。错误吃法3，苹果不洗干净就入口，农药残留摄入，你吃苹果会仔细清洗吗？有些人习惯用清水随便冲一下就啃，有的甚至连冲都不冲，直接开吃。如果有这样的习惯，可得尽快改正苹果皮上的农药残留和果蜡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伤肾。曾有台湾营养专家分享过一个案例，一位老先生为了养生，每天坚持吃一颗苹果，而且知道苹果皮有营养，从不削皮。可是多年下来，身体检查却发现血液中有鸡磷等农药残留值严重超标，肝肾解毒指数不佳。深入询问才发现，原来他每天的苹果虽然带皮吃，却从未认真清洗，常常擦一擦就啃了。结果长年累月，苹果表面的农药和保鲜蜡吃进肚，在体内慢性蓄积中毒。肝脏和肾脏就是解毒排毒的主要器官，长期接触农药残留，最先受伤的往往也是它们。苹果种植过程中，为了防治虫害和真菌，往往会多次喷洒农药。此外，为了延长保鲜期，增添卖相，苹果表面常会上一层食品级蜡，使其光亮好看。少量的残留农药和果蜡食入后，大部分可由肝脏代谢，但还是有部分代谢产物需要经由肾脏过滤排出。农药多属化学毒物，就算每次剂量极低，长期累积也可能导致肾小管间质的慢性损伤。一些研究发现，职业暴露于农药，如农民、喷药工人的人群中，慢性肾病的发生率明显较高，原因就是农药中的某些成分对肾小管有毒性作用。对普通人而言，每天吃未洗净的苹果，虽不至于像职业暴露那么极端，但日复一日的低剂量毒物依然需要肾脏去处理，增加了解毒负担。同时，体内累积的这些化学物可能对肾单位产生氧化压力或直接的细胞毒性，久而久之降低肾脏的储备能力。另外，果蜡本身虽然大多数是可食用的，比如蜂蜡、巴西棕榈蜡等，但也可能粘附空气中的污染物和灰尘。如果不清洗干净，连蜡带脏东西一起吃，除了肾脏，肠胃也可能不好受。有些人吃了不洁苹果后会腹痛，就是胃肠受到刺激的表现。正确做法，苹果一定要仔细清洗再吃，建议在流动的清水下至少冲洗30秒以上，
一边冲一边用手指轻轻搓洗苹果表面。更好的方式是温水浸泡加刷洗，可以将苹果放在温热的水中浸泡2分钟，水温不要太高，50到60摄氏度左右即可，以免破坏果肉口感。然后用软毛菜刮布或干净的小刷子轻刷表面，再以流动清水冲洗干净。研究显示，用小苏打粉、苏打水、溶液清洗水果也非常有效，去除农药残留。可在清水中加1茶匙，小苏打搅匀后浸泡苹果5分钟再洗。若没有这些条件，简单的盐水浸泡也有助部分溶解果蜡和农药。浸泡后再以清水冲净盐分即可。洗干净的苹果建议连皮吃，因为苹果皮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和膳食纤维，比果肉营养更高。很多人担心农药而削皮，这是因噎废食，只要你清洗彻底，带皮吃完全没问题，而且可以避免浪费营养。如果实在不放心来源，例如自家不是买有机或信誉可靠的水果，削皮也可以，但要注意，苹果皮附近的果肉也很营养，不要削太厚，白白丢掉了。无论如何，吃苹果前花点时间清洗是非常值得的投资，让我们的肾脏少过滤一份毒，让营养价值完全保留下来。顺带一提，除了苹果本身，切苹果的刀具含砧板也要干净，否则切完蔬菜又来切水果，细菌污垢沾上去，也可能让你吃下肚的不再是纯粹的苹果。错误吃法是把苹果当主食过量摄入，一天1苹果是不错，但如果一天3苹果、5苹果呢？有些朋友特别信奉水果养生法，认为多多益善，甚至以苹果等水果来取代部分正餐。例如，有的长辈晚上不吃饭，改啃2颗苹果，觉得既能控制热量又补充维生素。也有人听信偏方搞苹果餐减肥法，连续几天只吃苹果不吃饭。这些做法短期看似无碍，但长期下来对肾脏和整体营养平衡都有不良影响。高果糖、负荷、代谢紊乱伤肾。苹果的确是健康食品，但并非没有热量和糖分。一颗中等大小苹果约200克，含苹果糖，果糖大约有20多克，热量约有100大卡。吃一颗没问题，可如果一口气吃了3-4颗，相当于摄入了60到80克糖和300多大卡热量，相当可观。特别是果糖在肝脏代谢过量会转变成脂肪，引起高山酸甘油酯血症和脂肪肝，而高血脂和脂肪肝都与慢性肾病风险升高有关。另外，果糖代谢还会产生尿酸，如前面所述，尿酸高对肾脏也是长期的伤害。如果天天大量吃苹果，又缺乏运动来消耗，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体重增加，肚子变圆。所谓水果减肥，反而变水果发福，而肥胖、痛风这些结果终究还是会回过头伤肾。人体需要均衡的营养组合，水果虽好，但缺乏蛋白质和某些脂溶性维生素。若把苹果当饭吃，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导致肌肉流失，免疫力下降。同时，身体为了获得能量，可能分解自身组织，包括肌肉，产生更多代谢废物，需要肾脏排出，其实加重了肾的负担。医学上曾有案例，一位女士节食减肥，每天只吃水果，结果出现严重低蛋白血症和肌肉分解，肾功能指数随之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因此，不可以把某种食物当作单一营养来源，苹果也不例外。钾负荷过高，心肾埋下危机。苹果的钾含量中等偏高，每100克约有120到150毫克钾。正常情况下，肾脏会把多余的钾排出体外，不会有问题。但对于中老年人，尤其已存在肾功能减退或服用影响钾代谢药物，如降压药 ACEI、ARB 类等的人，大量吃苹果可能让身体一下子进账过多钾而排不出去。举例来说，假如一位肾功能不全的老人医生建议每日钾摄取不超过2000毫克，可他一天吃了5颗苹果，约750毫克钾，再加上一些高钾蔬菜、奶类，总钾量就容易超标，结果血钾可能升高到危险水平，引起肌肉无力、心律不整等症状。如果没有及时检查，很可能等到出现心悸、四肢瘫软送医时才发现高血钾，而此时往往需要透析或紧急用药才能脱险。对健康人而言，一次吃很多苹果不至于马上钾中毒，
但长期高钾饮食会迫使肾脏超负荷工作。我们的元祖在远古时代摄入的盐极少，钾极高，肾脏为了保命进化出拼命保留钠排出钾的特性。现代人大多钠太多，钾太少，所以提倡高钾饮食。但对老年人来说，一下子摄入极高钾，反而可能让早已适应高盐环境的身体措手不及。更何况很多老人家有轻微的肾功能减退，却未被察觉。当他还像年轻时那样放量吃水果，实际上肾脏已经吃不消，只是没明显症状而已。所以过犹不及，事志牢记于心，任何食物过量都可能变坏事。苹果再好，也请适可而止。正确做法对于一般成年人来说，每日一颗中等苹果是比较理想的摄取量。一颗苹果大约300克左右，含有的纤维、维生素 C、钾等营养素能满足一天所需的一部分，又不会因为过量而扰乱膳食均衡。千万不要认为多多益善，把苹果当饭猛吃。若真的很喜欢苹果的味道，可以分次少量多餐，比如一天半颗，分成早晚2次吃，每次吃1小碟苹果片解馋即可，不一定非得一次1整颗。同时也建议多样化摄取水果，不要只盯着苹果一种，不同水果的营养构成不同，交替使用才能均衡摄取。比如今天苹果，明天换橘子或香蕉，后天木瓜或葡萄等。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苹果确实是不错的选择，相对温和，但也别因此忽略了其他低糖水果的益处。对于已有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则更要严格遵医嘱控制水果的总量和种类。通常肾有每日水果钾摄入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例如每份水果钾含量不超过150毫克，一天2份等。苹果虽属中钾，但吃多了一样不安全。因此肾不好的人千万不能无节制地吃大量水果，哪怕是人人称道的苹果，也要算好钾和糖的账，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选择适合的分量。简而言之，把苹果当健康零食即可，不要当主食或猛吃猛喝，才能确保利大于弊。错误吃法5，无视自身疾病禁忌，乱吃苹果养生。这一点其实总括了前面几点，但值得单独强调。不要忽视自己身体的特殊情况，盲目相信苹果包治百病。每个人的健康状态不同，饮食方案也应有所区别。苹果虽然是平和的水果，大多数人都能食用，但对于某些患有特定疾病或处于特殊时期的人，吃苹果也有讲究。举几个例子，慢性肾病患者，前面提到肾有需控制钾摄入，苹果相对是肾脏病患可以适量选择的水果之一。因为钾没有香蕉那么高，然而也不能掉以轻心的猛吃苹果排毒。很多洗肾患者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天气热，口渴难耐，多吃了2口水果，结果下次透析前抽血，血钾报告爆表，不得不中途急诊处理。在肾功能不全的情况下，任何水果都要算入饮食计划中，包括苹果。医生通常会建议每天水果摄取量，含苹果在内，控制在200克或以下，并尽量分次使用，而非一次吃完，以免一时血钾负荷过高。肾脏不好的人千万别认为水果再怎么吃都健康无害。事实上，对他们来说，水果是双刃剑，需要平衡营养和碍事成分。除了钾，高血糖、高血压的人吃太多，苹果也会加重这些控制不良的因素，间接损肾。所以有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的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饮食禁忌，咨询专业营养师，制定适合自己的水果摄取量。不要听信坊间传言，某某病多吃苹果好。举例来说，有种说法是苹果能洗肾，因其含果胶可帮助排毒。果胶的确对肠道排除代谢物有帮助，能结合一些胆汁酸和重金属，但这并不表示肾不好的人可以无节制吃苹果来治病。过犹不及的道理再重申一次，适度才有益，超量反伤身。服药期间，一些药物会与苹果中的成分发生作用，导致药效降低或副作用增加。常见的例子如前述抗组织胺、抗过敏药 Fexofenadine， 研究发现与苹果汁同服会使药物吸收率降低约50%，影响疗效。又如甲状腺素药物，治疗甲减用高纤维的食物可能干扰其吸收，因此
正在服药的人应避免在吃药前后立即吃苹果或喝苹果汁，至少错开几个小时，特别是需要空腹服用的药，更不要饭前吃了苹果又吃药，否则药效可能打折扣而延误治疗。虽然这些影响主要是药效问题，但间接也关乎肾脏健康。如果降压药因为苹果干扰没起作用，血压飙高伤肾，或是降糖药受影响导致血糖上升，同样损肾。所以药膳分开很重要，别让原本利肾的治疗因一颗小苹果打乱了阵脚。肠胃功能差或有特殊疾病时，苹果性质温和，多数人都适合，但在某些特定情况，吃苹果要稍加调整。例如，老年人如果长期腹泻，生吃苹果的果糖可能会有渗透性作用，让腹泻更严重。这时可以改吃真苹果或烤苹果，其中的果胶遇热形成胶质，反而有助止泻，减轻肠道刺激。有严重慢性胃炎或胃溃疡的人，空腹吃生冷苹果可能引起不适，建议也以熟苹果泥取代生苹果，这些都属于个别情况下的调整。总之要强调的是，了解自己的身体，听取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不要生搬硬套一般人的养生经验。别人说吃苹果好，不代表你任何情况下怎么吃都好。讲了这么多错误和禁忌，或许有人要问，难道苹果这么可怕吗？其实并不是苹果有罪，而是吃法决定了它是良药还是毒药。就像俗谚还有后半句，医生远离我的前提是你吃对了方式。幸运的是，苹果的正确吃法其实并不复杂，只要掌握几条原则，适量、均衡、彻底清洁，避开禁忌，苹果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健康水果。特别对中老年人，苹果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预防便秘，控制胆固醇。多酚和维生素则有抗氧化、抗发炎作用，对保护血管、降低慢病风险很有益处。只要避免那些常见的误区，苹果可以每天都吃，并从中获益。最后，我们也提供一个小黄金沙搭配作为彩蛋，将切块的苹果与燕麦片同煮成粥，或一起拌着吃。这组合被营养学者称赞为完美早餐。苹果富含维生素和果胶，燕麦提供贝塔、葡聚糖和优质碳水化合物，两者搭配能稳定餐后血糖，促进肠道蠕动，还能增加饱足感和提供持续能量，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比起那些伤肾的错误吃法，苹果加燕麦简直是养肾护心的黄金 CP， 不妨明天就试试看。说了这么多，核心一句话，苹果好处多多，但吃法很重要，不要让错误的搭配和习惯毁了这份大自然给予的健康礼物。回想一下，以上提到的地雷你踩中了吗？如果有，别懊恼，现在改正还不晚。从今天起，避开那些苹果的死亡组合，改掉不良的吃法，相信你的肾脏一定会默默感谢你。让我们真正把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变成现实，而不是反过来。记住，健康在于细节。一颗苹果也许不能真的包治百病，但选对时间、方式和搭配，它完全可以成为你养生路上的好帮手。愿大家都能聪明的吃苹果，吃出健康的肾，远离肾衰竭的阴影。每天安心啃苹果，让医生和病痛都离你远远的，这才是我们追求的养生真谛。祝各位身体健康，我们下次再聊其他的健康话题。